甲戌日，张玉良率领的部队与从宜兴败退来的刘继三残部会合，在无锡附近的高桥迎战贼军。双方激战一昼夜，清军虽然一度溃败，但又再次重新集结起来。贼军分兵从小路绕到九龙山西侧，偷袭并攻陷了无锡，使张玉良的部队腹背受敌，只得收拢余部退往苏州。而苏州守军和粮饷先前都被何帅调往常州，其余留存的粮饷也被王有龄带到浙江去了。徐公认为自己的府标兵尚可一用，便命张玉良领兵入城协助防守。没想到这些溃兵中又有人做了贼军的内应。丁丑日，苏州陷落，徐公遇难。他在遗书中再次弹劾何帅，祸国殃民。张玉良败逃杭州，何帅上奏朝廷，表示何春突然去世，全军瓦解，大局动荡，这不是陈一介书生所能支撑的。朝廷下旨斥责，平日夸夸其谈贬低他人，如今一败涂地却不知认罪，还敢以书生自辩，可叹可恨，实在是有辱书生二字。何帅被任命为两江总督时，军机大臣常州彭相曾极力举荐他。金陵大营被攻陷后，咸丰皇帝担心苏州、常州等地必定局势危急，彭相却上奏说，和贵卿驻守常州筹划精密周全，又有张国良、张玉良等骁勇善战的将领，文武官员同心协力，无论战守都绰绰有余，贼寇又能怎样？然而没过几天，紧急军报突然传来，苏州、常州相继失守。皇帝惊讶地发现彭相的预测完全不靠谱，而且缺乏识人之明，于是解除了他军机大臣的职务。不久，彭相自称年老多病，请求退休，皇帝批准了。贼军占据苏州、常州之后，分兵长驱直入，仅仅数月时间，就接连攻陷太仓、松江、嘉兴等州府，以及杭州、湖州的属县。只有镇江和上海两座城市像孤岛一样深陷在贼军的控制区内。1年后，整个浙江省全境都落入贼军之手。粤寇最擅长的战术在于准确找出清军的破绽，然后集中兵力攻击其要害，并用多种手段掩饰己方的企图以迷惑清军。善于随机应变的将帅应当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方必须救援的要地，同时派遣少量精锐部队与敌人的其他小股部队周旋。时间一长，敌军的真实意图就会暴露，其军队的虚实也会显现出来，他们的狡诈计谋自然就会失败。用兵最忌讳的莫过于被敌人牵着鼻子走，敌人做事要攻打东边，我军就分兵东去；敌人佯装要袭击西边，则我军又全部朝西面奔去。如此一来，不仅我军疲于奔命，锐气丧尽，导致后方空虚，仓促之间被敌人乘虚偷袭，陷入危险的境地。当初项和两帅围攻金陵时都是犯了这个错误，才导致全军溃败的。然而当和张二帅在徽州调集军队时，如果何帅不从中掣肘他们的指挥，即令张玉良、马德昭等能征善战的部队日夜兼程，合力夹击敌军，不仅江南大营可以保全，苏州、常州也不至于会失守。埋首于筹划对战局毫无意义的杂事，面对战局突变时又惊慌失措，一听说敌军逼近就吓得魂飞魄散。明明知道江南大营万分危急，却故意扣留精锐部队，把他们部署在无关紧要的地方，这到底是何居心？最终导致江南大营孤立无援，使精兵良将全部战死沙场，而骄横的兵痞则趁机闹事哗变。江南大营覆灭后，常州随即告急，作为封疆大吏的朝廷命官竟然带头逃跑，哪怕是一天的防御都做不到。之前扣留的精锐部队转眼之间全变成了溃散的逃兵，贼军紧随其后驱赶追杀，使清军败退之势犹如黄河决堤，一泻千里，让东南重镇财富丰饶的苏常地区沦为贼寇盘踞的狼窟虎穴长达5年之久，百姓生灵涂炭，江南的局势岌岌可危。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？有识之士对事应当冷静客观，平心而论，何帅的罪过远比陆帅更为严重。至于他不惜坑害士绅百姓以求自保，枪杀父老乡亲以拒绝民众挽留，这些卑劣行径都是陆帅所不屑为之的，可谓恶贯满盈，罪行累累，遭到朝廷与地方的一致唾弃，以致众叛亲离，无处容身，成为天下人人皆曰可杀的罪人。即使那些偏袒和帅的人想要替他开脱，又有谁会认同呢？贼将李秀成等人实施的诡计最终得逞，他随即率军从余杭、长兴一路向北推进，接连攻陷东坝、句容、溧水，直逼秣陵关。伪英王陈玉成又挥军从江浦渡过长江南下。自闰3月初7日起，贼军各部分头逼近江南大营。我们家原本计划全部转移避乱，但是因为家中人口太多，众人犹豫不决，最终未能成行。直到13日，叔父等长辈才决定带着家眷
打算绕过清军江南大营东侧，再从龙潭渡江北上。当天午后出发时，曾祖父这一脉下的老幼共40多人，走了15里路，来到天印山脚下的某个村庄，祖祖庆山的家中暂时休息。此地距离江南大营还有30多里路。当时天色已晚，又遇上大暴雨，雷电交加，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，无法再继续赶路。晚饭后，看到东北方向火光冲天，四周喧哗声乱成一片，原来是从大营附近逃来的难民蜂拥而至，哭声遍野。我们急忙去打听前方的路况，所有人都说清军的大营已经被攻破，龙潭那条路也被贼军截断了。那一夜，所有人都无法入睡，只能相对啜泣。女眷中有人想要自杀，大家苦苦劝解，才打消了他的念头。天亮后，众人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，妇女们又都说宁愿回家死在一起，不得已只好回家。然而车夫早已在夜里逃走了，也无法雇到别的车，报警的消息又接二连三地传来，于是大家只好各自搀扶着老人，牵着孩子，或者背上自己的子女出发了。众人冒雨艰难前行，双脚深陷泥淖之中，几乎难以拔出。傍晚时分，终于回到家里，人人狼狈不堪，几乎失去了人形。环顾四周，远处火光冲天，大家更加人心惶惶。妇女们一个接一个的自尽，大家看到了也无法阻止，唯有捶胸顿足，痛哭哀嚎而已。15日，大批贼兵蜂拥而来，我和叔伯、堂兄弟等人匆忙躲到田间草地里，直到天黑后，贼兵离开了，众人才跌跌撞撞跑回家去。家里的男人、妇女以及仆人、婢女都或死或逃，全无踪影。幸存下来的人只有我祖母那辈的老人，以及年幼的弟弟妹妹10几个人，他们也是奄奄一息，连哭都哭不出声音来了。当天夜里，我们四处寻找妇女们的尸体，结果找到了我的叔祖母徐如人、伯母杨如人、母亲朱如人、叔母蒋如人、叔母高如人、叔母钱如人、叔母陈如人、叔母王如人、张氏、刘氏和我的妻子毛氏，以及诸位姑母、嫂嫂、弟媳、姊妹等将近20人的遗体，只能草草埋葬。悲伤之情痛彻心扉，尤其哀伤的是无法为他们举行葬礼，接着还要安慰老人和孩子们，彻夜无眠，就这样睁着眼睛哀到了天亮。16日，估计今天来的贼兵人数会更多，田野里应该再也无法躲避。我先和叔父们搀扶着老人和小孩躲进佃户住的茅草屋里，然后和一位伯父、5位叔父、1位兄长、5位弟弟，总共13个人，一同藏匿在武进院西边楼房的狭窄夹道里。夹道的入口用一个大橱柜遮挡住，家中的细软贵重物品都藏在这里，大约有100几十箱，整座大宅就属这里最隐蔽安静。先前2天虽然有贼兵进来过，但这个藏身之处并没有被发现，大家都以为只要暂时在这里躲几天，贼兵如果离开了，或许就都能活命。四叔普平因为又出去外面探听消息，只好另外躲藏到3进院的楼梯后面去了。我也想出去寻找亲族中的人来这里躲避，三叔海峰斥责我说，自己都不知道会死在哪里，还想出去找人。话音未落，就听到前几进院子传来吹哨声，大群贼兵涌了进来，他们在楼上楼下四处奔走，搜索劫掠，发出阵阵巨响，就像在推雷公的雷车。不久，听见第5进的家堂里传来刺耳的哀嚎声，原来是住在宅院东边的云州伯被贼兵搜了出来，他们把他吊起来毒打，威逼他交出银子。贼兵说，这么大的宅子怎么会没有银子？在凄厉的哭号声中，突然传来挥刀劈砍的声音，接着又是几下劈砍声，然后就是一片死寂。我们叔侄几人已经吓得魂飞魄散，又悲痛的心如刀绞，但此时此刻，大家只有等着被杀的份罢了。太阳快要落山时，听见一名贼兵上楼来，径直走向西楼尽头的第1间，那里与家道仅1墙之隔，正是我的卧室。他在屋内翻箱倒柜搜索了大约1刻钟，然后走出门外，自言自语道，这里肯定还藏着其他东西，听那口音也不知道是哪里的人。随即那贼兵竟走到家道口前，推移橱柜，橱柜被推开后，家道口就暴露在眼前。贼兵闯入家道，阳光也瞬间射进家道内，我们所有人都惊得站起身来。只见这名贼兵身披红色皱纱外衣，面目狰狞，众人惊恐万状，一时竟不知所措。贼兵倒也没有先下手，只是厉声喝道，出来出来！所有人都战战兢兢地挪到门外，呆若木鸡。贼兵并没有立即杀人，却将我们13人的辫子打成了一个结，威胁说不准乱动，谁动杀谁。说罢走进家道内，举起长矛捅穿了屋顶，阳光立刻照亮了整条家道。